都说2022年的3A 大作乃是神仙打架，确实，鄙人也持相同的观点。光是《艾尔登法环》和《旷野之息》续作这2款游戏，都足以让我一天都不想在2021年待了。其实不光是3A 大作，在2022年发售的部分生存游戏，也都是些重量级选手。我精心挑选了10款推荐给大家，可以说没有一个生存党能够拒绝以下的10款游戏，建议收藏使用。那么第一款《浩劫前夕》，这款游戏的背景故事是设定在被大瘟疫洗劫之后的漂亮国，大部分人都被感染，仅有少部分人存活下来。光是听这个设定，我就已经喜欢的不行了，完全长在了我的审美上。有没有跟我同感的扣个1？想象一下，你和你的队友来到了没有人的商场，那里的商店随便进，那里的香奈儿跟 LV 随便拿，那里的手机店也是随便看，简直不要爽翻，代入感很强。今晚我就做这个梦了。在游戏玩法上，游戏主打搜刮、生存、战斗，你不光会遇到感染者，还会遇到其他幸存者，狭路相逢勇者胜。其他方面，游戏的建造和改枪部分，从宣传片上来看，也都是品质极佳。第二款《潜行者2：切尔诺贝利之心》，这款游戏我直接吹爆。说到潜行者这个 IP， 可能大多数玩家对其有点陌生，一句话可以形容为生存游戏的鼻祖代表之一。这游戏火的那会儿，你现在能看到的99%的生存游戏，开发者估计刚刚新建文件夹。潜行者第一部分为切尔诺贝利的阴影、晴空、普里皮亚季的召唤3部，分别在2007年、08年和10年发售，时隔10多年，潜行者2终于要发售。而从宣传片上来看，果然没有人比毛子更懂硬核。这个第一人称手部动作，我直呼受不了，太他妈爱了。第3款《消失的光芒2：跑酷模拟器2》，这游戏的前作不用说了，神作。而这第2部，各路大神纷纷猜测，表示可能加入了动态剧情，就是说你的每次选择会影响剧情的走向。在游戏的简介里也有重点表达这个点。而我的感觉，相较于前作，续作的侧重点更倾向于表达有些丧尸并不狗，有些人是真的狗，这层意思。第4款《方舟2》并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，方舟的开发商偶尔会搞些操作我看不懂，一直觉得这家开发商挺迷的，感觉他们说是在2022年发售，我是反正都不会信的，可能性不大，但是还是希望不要跳票。不过从这《方舟2》的预告片来感觉，是不是方舟将会和流放者柯南的玩法融合一下？第5款《森林之子》。众所周知，森林的续作被称为森林之子，那么森林之子的续作被称为森林之孙，没问题吧？简直是取名鬼才，还也有巧合的成分吧？说起来也是惭愧，作为一个生存党，森林我居然没玩过，倒也不是因为一个人害怕，主要是因为没朋友，你懂吧？以上呢就是2022年生存游戏里的5款重量级代表游戏了。如果给我一个新年愿望，那我的愿望就是希望以上的游戏都不要翻车，也都不要跳票。兄弟们，如果跟我一样的想法，请在弹幕上打出来。除了重量级代表，我还找到了5款小众型代表。虽然说游戏体量为小品级，但依然是佳作，不容错过。第6款。旁边那不起眼的任务，30号之前还清1万，7号之前还清500。哎，这还真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。第7款《冬日幸存者：冬季生存》，这个游戏是有 demo 版本的，我把 demo 玩通了，表示也是一个细节拉满的游戏。满到什么程度呢？它跟《荒野大镖客：救赎2》之间的唯一差距就是经费。我随便说几个细节吧，在冰面上走路，脚会打滑。游戏里的雪，如果踩了会消失，你用手抓起来一把也会有个坑。角色与游戏里所有的植被植物都会发生实体碰撞。一般的游戏打开背包只是按个键，这个游戏打开背包是真的有动画。关上也是一样的，给人的感觉就是诚意满满，值得一玩。但目前 demo 版本的玩法看来，有点感觉像不能联机的绿色地狱。希望游戏正式发布的时候一定要加入多人联机啊！第8款《小小世界》。目前来说，这款游戏并没有更多相关资料，只知道它在2022年发行，所以我只能从宣传片里获得信息。它的题材很明显的就是微软旗下黑曜石工作室出的地面生存的题材，只不过在小小世界宣传片里，感觉这个游戏的玩法内容更偏向于战斗一些。希望这个游戏能弥补国王地的玩法不足以及后期的无味吧。
第9款隔离区丧尸末日生存，一款我关注了好久的国产独立游戏，从宣传片能看出来的细节及玩法可谓诚意满满，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像是僵尸毁灭工程加腐烂国度加 DayZ 的结合体。当然了，这只是我的主观印象，毕竟我能获得的信息仅仅存在于宣传片。如果这个游戏真正能符合以上3种游戏的玩法，我直接推爆。游戏貌似在11月份内测了一波，希望能够早日上线。第10款 V Rising， 这是一款开放世界 RPG 动作冒险策略生存游戏。游戏的背景设定为你是一个吸血鬼首领，你在与人类的大战中败落，N 年之后你苏醒过来，是要带领你的吸血鬼大军重返人类世界。所以你重返的第一步就是砍树盖房子，这就相当的离谱了。不过看起来游戏有大量的地牢画风打斗环节，感觉还是挺有挑战性的。希望不要是挂生存卖内魂的游戏。那么以上就是我盘点的2022年必玩的生存游戏了，基本上每一款都很对我的胃口。那么最对你胃口的3款游戏是哪3款呢？打在弹幕上。视频的最后，让我们心中充满虔诚的祷告，不要跳票，不要翻车。就这样，挂了，拜拜。Слышал? Вот это культура!